这次课开始讲印度如来藏。先说分期。如来藏思想正式产生是在初级大乘佛教的后期，当时叙述的大乘经，比如涅盘经、胜曼经、如来藏经，提出佛性如来藏的概念。如来藏它最终成熟是在中期大乘佛教的后期，也就是瑜伽行派的后期。如来藏思想结合唯识思想之后，被比较完整的呈现出来。咱们把如来藏思想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。孕育阶段包括原始佛教、部派佛教、中观派，然后初期如来藏也叫法性如来藏，至于为什么叫法性如来藏后头再说。最后就是后期如来藏也叫心性如来藏。这样从孕育到最终成熟一共有3大阶段。孕育阶段，原始佛教、部派佛教。如来藏思想可以追源于印度原始佛教的新解脱思想。在原始佛教中，解脱是中心论题，而解脱的关键在于断除贪嗔痴之烦恼。烦恼是心的烦恼，所以断烦恼应从心上着眼，结果自然将解脱问题与心联系起来。杂阿含经即从心的角度诠释解脱问题，说心为烦恼系缚而造业流转，心离烦恼即得解脱而入涅盘。心与烦恼是可以相分离的，换句话说，烦恼相对于心而言是外在的，烦恼的存在只能遮蔽心，但不能改变心的本性。去掉烦恼就能使心的本来面目显现出来，这就是原始佛教的心性本净说。在部派佛教，大众部、上座部也是主张心性本净的，和原始佛教差不多，这个印度佛教史都讲过，就不多说了。然后中观派，中观派采取一种反实有主义的立场，偏重谈空，否定一切法具有实在之自体性，一切法由于自性空而成清净，心亦由无实体性而被解释为心本来清净。如果不理解这句话呢，可以回过头复习一下自性涅盘，这里就不多解释了。这样心性本净就可以理解为心性本寂。心性本净从原来的谈心与烦恼不相应，转而谈心的自性空。中观派呢就说完了，孕育阶段呢就简单说这么多。然后第一阶段法性如来藏。到了初期大乘佛教的后期，一些学习中观派的人不能正确理解般若空性。中观派讲空本来意思是无自性，并不是不存在，但这个时候就有人把空理解为一切皆无，堕入完空。这样就不仅遮蔽了诸法实相，而且也破坏了修学与成佛的根基。所以为了对治这种弊端，以及在空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显示诸法实相，乃至建立成佛的根据，又有大乘经典传出，这就是佛性如来藏经典。比如涅盘经、胜曼经、如来藏经等等，这些经典呢陆续的提出了如来藏思想。如来藏思想是在中观学说的基础上产生的。中观派讲空相、实相是在遮权的意义上讲的。如来藏思想首先把遮权转变为表权。解释一下遮权表权。遮就是遮盖遮挡，权就是权说说明。遮权的意思就是用否定的方式来说明一个东西，表权呢跟遮权相反，是用肯定的方式来说明一个东西。举个例子，比如我说你是一个好人，这是肯定的方式，是表权。我说你不是一个坏人，其实意思也差不多等于说你是一个好人，但我用了一个否定句儿。同样的意思，我用否定的方式就是遮权。中观派讲实相就是一个遮权，就说实相表达的是一个否定的意义，实相就是无相，就是无本体无自性，没有一个不依赖他物而独自长存的那么一个实体，都是讲没有什么。而到了如来藏呢，实相就变成表权了。如来藏思想认为实相是一切法无自性的这个道理，以及认识到这个道理之后所达到的那个状态，这就是肯定了。中观否定，如来藏肯定。中观跟如来藏表面上水火不容，但其实从根本上说，这俩没有什么区别。咱们之前讲中观派的时候画了一个图，这个是涅槃之后圣者的状态。中观讲实相，强调的是名言细论没有，诸法自性没有，是遮权，是否定。
而在如来藏思想中呢，实相强调的是名言细论没有了之后的清净涅槃的状态，以及诸法缘起性空的道理，是表权。在如来藏思想中，这个实相既是众生的本性，同时也是诸法的本性。中观和如来藏它们是可以无缝切换的，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的本性，而涅槃状态就是认识到诸法无自性。缘起性空的道理讲的就是一切法无自性。中观和如来藏是完全圆融的，这就是如来藏的最基本的模型。大家如果是第一次听的话呢，可能现在是晕的，也不知道这个图到底表达什么意义。这个没关系，咱们如来藏还要讲很久，大家把中国佛教史全部听完，再回过头看这个图，理解就会比较深刻了。这个实相从不同角度看呢，它有许多不同的名字，比如真如、法性、真我、佛性、如来藏、自性清净心。下面咱们依次解释一下这些名字。真如，真指诸法体性离虚妄而真实，如指常住而不变不改，真如就是真实不变的本性。然后法性，法性跟实相意思差不多，指一切法的实性，一切法的没有自性的这个道理就是法性。然后真我，就是真正的我。如来藏思想在表面上是承认有我的，这个在佛教中是很独特的。在原始佛教中，世尊否定外道凡夫的我执，提倡无我说，这个后来成为佛教的法印，也就是标志性学说。但如来藏思想认为佛教谈无我呀，主要是为了对治外道凡夫的我见，就说外道凡夫谈我只是偶然性的猜想，并非实证，属于妄想执着，所以世尊要讲无我来对治外道凡夫的假我。但是真正的我，也就是涅槃之后的清净，是真实存在的，是真我，真我是存在的。比如涅槃经说，如来言诸法无我，实非无我，何者是我？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一，性不变异者，是名为我。如来说无我，并非真的无我，实际上是有我的。什么是我呢？那个实存的、真实的、常住的，可以作为依靠的、本性永恒不变的那个东西，就是我。见一切空，不见不空，不明中道，乃至见一切无我，不见我者，不明中道。你知道一切空，但你不知道不空的话，你就不算是正见。你知道无我，但你不知道有我的话，也不算是正见。承认有一个真我是根本的正见。注意，这里讲的真我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个我，真我不是我的身体，也不是我的精神，而是我的本性，就是我成佛之后的那个状态。并不是说有一个实体性的东西叫做我，不是的。如来藏所讲的我仅仅是一个状态而已。如来藏思想为了吸引初学者，他讲有真我，但是从根本上来说，他还是讲无我的。所以我说如来藏是表面上承认有我。下一个词儿佛性，佛性就是佛的本性，因为实相是众生的本来的应该的状态。那众生应该是什么状态呢？就是佛的状态，所以佛性就等于实相。凡夫虽然具有佛性，但因为有妄想分别，所以还不是佛。隐藏在凡夫心中的佛性有个专门的词来称呼，就是如来藏。如来藏就是如来之胎藏，就是如来未成佛之前在因位的胎藏形态，是一种未成熟的未完满的形态。被认为是最早的如来藏经典之一的大方等如来藏经，经中说一切众生佛藏在身，众相具足，并有很多比喻来描述如来藏。比如有一个怀宝喻，说贫家有珍宝，且经年不坏，但不自知，仍受贫苦。有人告知，方乃醒悟，珍宝现前，得脱贫苦。这个故事以珍宝来比喻如来藏，以不自知表示无明，意为众生虽本具如来藏，但为无明所障缚，而受生死轮回种种苦。如来出世说种种法，令众生知如来藏，精进修行，最终破除无明，使如来藏显现，而解脱一切苦。最后一个词儿是自性清净心。在早期的佛性如来藏经典中，从如来藏为烦恼杂染法所缠裹的比喻，明显可以看到心性本净说的影响。
心性本净啊，从原始佛教就开始讲，但是每个时期对这4个字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如来藏思想重新解释了心性本净，直接将心性本净与佛性思想对接起来，讲自性清净心本来清净，不与烦恼客尘相应，在凡圣身心中平等一如。很明显这就是佛性嘛。这样咱们讲了几个词儿：实相、真如、法性、真我、佛性、如来藏、自性清净心。这几个词儿啊，他们所指的其实都是一个东西，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的话，就起个不同的名字而已。在这些不同的意义里，法性是根本意义，其他的意义啊都是依法性建立的，所以我们管这一时期叫做法性如来藏。咱们马上就要讲的如来藏的下一个阶段叫做心性如来藏，那个时候啊就是以心性为根本了。以法性为根本和以心性为根本，这俩有什么区别呢？区别就是法性是客观的，心性是主观的。咱们看现在这个图，法性如来藏呢，首先有一个作为根本的法性，然后法性规定万物，人和物都是以法性为自己的本质，心与物是平行的，这就是法性如来藏。而稍后要讲的心性如来藏呢，是先有一个心，这个心就是之前讲的阿赖耶识，然后这个心的本性是如来藏，然后其他一切事物都是由阿赖耶识所变现出来的，这样心与物啊就不是平行的了。如来藏思想是如何从法性阶段发展到心性阶段呢？这个下次课再说。